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，凭借一手高超的剑术赢得前清武探花。由于时代的变更，战场上的冷兵器已经逐渐被枪械取代。不服气的他决定将一身的绝技全部传给3个后代。姐姐一行练的是鸣笛剑，具有攻击和警报的双重作用。妹妹二行的剑法轻盈酷似飞舞的蝴蝶步而命名蝶舞剑。弟弟徐景川则是透甲剑，可以同时穿透好几个障碍物。3兄妹从7岁开始练习剑术，每天都要射出2万支箭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每天还要进行体术以及视听觉的练习，为的就是弥补舰队上枪时的先天性的差距。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下，敌人的枪一举起来，他们就能看到枪瞄的是什么位置，闭上眼睛他们也可以一箭命中目标。而就在某一天的下午，妹妹二行在野外遭到一群土匪的围堵。二行天性柔弱，并且在他幼时打猎的时候失手命中一名无辜的小男孩，这件事情在他的心中留下阴影，导致他现在就算遇到危险也不敢拿起手中的剑射向敌人。可自幼习武的他在体术方面依旧了得，凭借着高超的武艺也能制服敌人，但奈何双拳难敌4手，总有疏忽招架不来的时候。小妞还挺厉害。土匪头子眼见身处劣势，反手拿起二行背后的剑对着他的喉咙做要挟。而就在这时，老头架起宝弓，一支自动巡航箭蓄力射出，精准命中土匪头子后脖颈。土匪头子饮恨西北，其他土匪见状也连忙四处逃窜。据悉这是老头剑法的最高境界，3兄妹练了20年都没能掌握，而老头却练了整整40年。另一边的神秘人物同样具有高超的战斗形态，这个酷似靳东的男人叫做荣石，他曾经是军队里的射击教官，就连前清武探花都称赞他的射击水平深不可测。退役后继承了祖业，很快将其发展壮大，名副其实的高富帅。他只身一人来到落草为寇的前旅长土匪窝，与土匪老大进行军火交易。拿到钱的土匪老大却想来个黑吃黑，荣石见状却毫不在意。咱们商量商量，钱你留下，武器我拿。可土匪老大在这里不讲武德起来，直接开枪对其射击。可荣石眼见飞来的子弹，一个后仰轻松躲避，随后袖子的手枪滑落手中。他的枪法是如此之精湛，没有一发子弹落空。紧接着他一个飞踢，直接卸了土匪老头的枪，一个泰山压顶过后，用枪送走了土匪头子。面对着支援来的土匪，他掏出大衣内的手枪，继续大杀四方。他还有枪！当子弹再次用完之后，他又跳上吊灯之上，借力弯腰拿出了鞋子里的枪。一轮射击之后，土匪尽数解决，待他完美落地，不慌不忙地抱起一旁看戏的小猫，好不霸气。他带着这批武器军火，帮共产党组建起一支装备精良的抗日义勇军。时间来到1933年，9·18事变之后，日寇占领了东三省，他们部署了全面进攻热河的计划。而冯玉祥旧部徐铁军，也就是徐家3兄妹的父亲独守的热河重镇鹤岭城，将是他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。紧接着，他们把魔爪伸向了徐家所在的鹤岭，打算围绕徐一航的婚礼，展开一个进攻鹤岭的计划。这大哥，这剑会拐弯！奶奶的，这谁报的情报？有这种高手，为什么不报？注意看，这对新人刚刚拜完天地，新郎正缓缓掀开新娘的红盖头，上一秒还在想等会该如何洞房，下一秒自家大院的门就被一伙日伪军踹开，拿着手中机枪对着院中宾客一顿扫射。众人这才从喜悦的气氛中反应过来，新娘一行刚一出门查看，这个酷似武松的丧彪就对着一行射击。危急情况下，新郎挺身而出，将子弹尽数挡下，自己也因此命丧当场。父亲徐铁军为了保护一家人的安全，拿起餐桌为家人们挡下子弹。徐铁军的护卫队虽然赶到，奈何敌人数量实在太多，他们对大院发起了冲锋。一行母亲不幸中弹身亡，父亲徐铁山也不幸中弹，他索性拿出手枪与小鬼子做最后的抵抗，怎料却被身后的叛徒偷袭，倒在了地上。一航，快去拿弓箭！一航，快去拿弓箭！快去！一航连忙跑回了存放弓箭的房间，他把所有的弓箭都背在了身上，随后返回大厅，将一套弓箭扔给了抱着小航的爷爷。有了武器的爷爷立马进入战斗状态，二人凭借着弓箭在院子里大杀四方。而此时汉奸又一次从背后出现，见状父亲拼尽最后一口气力帮一航挡住了子弹。一航，一定要逃出去！此时的徐家200多号人尽数被屠杀，剩下一航和爷爷带着最小的弟弟逃了出来。徐家所镇守的热河重镇鹤岭已经被小鬼子占领，日军部队已经进城，连高耀旗都升了起来。
而城内的吕良彪依旧带着伪军追击正在逃亡的一行等人。二人在胡同路口摆好阵型，一上一下梯次配对。刚刚露出身来的伪军立马就被飞来的箭矢命中身亡，一时间敌人竟没一人再敢露头。僵持之下，只见老爷爷屏息凝视，蓄力之后一箭射出，独门绝技重现江湖，箭在空中发生偏转，一个完美的弧度直接命中墙后的伪军。吕良彪还从未见过如此剑法，没了办法的他也只能换条路迂回包抄。趁此间隙，三人继续逃跑来躲避鬼子的追击。而在他们逃跑的路上，一行恰好撞见了害死自己父亲的叛徒，一行不顾一切的就追了上去。他和爷爷就这样分开。可是就在这时，鬼子已经封死了所有撤退的道路。鬼子军官从手下口中得知，他就是那个神箭手。鬼子二话不说就掏出了腰间的手枪。注意看，今天本来是这个女人的大喜之日，却被小鬼子灭了门。看着被鬼子杀害的爷爷，还有自己最小的弟弟，他的眼中充满绝望与愤怒。下一秒就开启暴走模式，从地上的箭袋里拿出3支箭，就向小鬼子射了过去。鸣笛箭破弓而出，直接穿过小鬼子的喉咙。而就在此时，在一旁看戏的高富帅荣石也开枪支援，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，立马对他们发起了冲锋。很快手枪的子弹就被打完，荣石当机立断让弟弟去后面找几个手雷过来，接着又从腰间掏出2把手枪，对着小鬼子继续输出。不一会，徐一航箭袋里的箭也已经用完，他瞅了瞅爷爷的箭袋，一手将柜子掀翻在地当作掩体，匍匐前进到箭袋跟前，3支鸣笛箭在此射出。可在击中敌人的同时，自己的手臂也被打中。一行强忍着疼痛，拿起散落的木板做支架固定手臂，可奈何伤势太重，中枪的手臂怎么也抬不起。而此时徐家大院内，昏迷的妹妹二行也醒了过来，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。她抱起还有一口气的父亲，二行，带你姐姐逃出去，活着。记住，强盗对你是不会手软的。你的剑该离弦了。等二行找到姐姐之后，荣石要的手雷也已经就位，随着小香瓜拉开引线被扔出，伴随着巨大的爆炸，二行带着姐姐迅速逃离。这也就意味着鹤岭城被小鬼子彻底占领。此时的鬼子将军山本风风光光地站在了城墙之上，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承德。但是要拿下承德，承德大亨荣石就是他难啃的一块骨头。荣石骑着摩托焦急地赶回家中商议对策，他召集了热河所有的富豪开会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捐出一半的财产用来抵抗日军。他们要把钱捐给承德第5集团守备军，听闻要让自己掏腰包。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荣石的提议，可荣石直接亮出了大招。于守山，别以为你姐夫是蒋委员长的亲信，常玉林不敢动你，在承德就没人敢动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谁要不捐出一半家产，谁也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出去。在场所有人都被荣石这一举动吓着了，都表示此事可以再商议。可到了第2天，100多名鬼子就轻轻松松地走进了承德门口。第5集团军的常绿林带着几万人一夜之间弃城跑路。得知消息的荣石虽然很是气愤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而此时的竹木纯一正开着装甲车来到荣石家里。像这类货色，投降了命是保住了，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甚至可以随意使唤。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，我宁可死。注意看，小鬼子开着装甲车包围了荣公馆，瞬间就将荣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日本少将竹木纯一亲自坐着小吉普上门拜访。荣石对整个承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，小鬼子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他投降当汉奸。荣家上下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和小鬼子决一死战。可荣石心里清楚，一旦开火在敌人的火炮下，这里必将成为一片废墟，来到公馆避难的富商们也将无辜惨死。所以他现在必须做出选择。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2条：第一，打死不当亡国奴。我荣石还有1条命，几百个兄弟，大不了跟他们血战到底。第二，开门做狗。可还没等他们做出选择，小鬼子直接就踹开了大门冲了进来。空你去吧。空你脚呀，空你脚呀。
上品。两人坐上谈判桌，竹木纯一劝说荣石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抵抗，可荣石的态度非常坚决，打死不做汉奸。可小鬼子却不要脸起来，他们以荣石身后人的性命做要挟，每数10个数就会动手杀掉一人，一直杀到荣石同意为止。这第一个人就选中了荣石的未婚妻。10、9、8、7。就当即将数到最后1秒时，荣石突然举手示意，他最终为了众人的安全选择了妥协，但是他向竹木纯一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自己要当个有尊严的汉奸。随即指着一旁的汉奸说道：像这类货色，投降了命是保住了，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甚至可以随意使。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，我宁可死。竹木纯一也是听懂了他的意思，说白了就是不会听令于任何人。但是为了承德的稳定，竹木纯一也选择了退让一步，答应了荣石的要求。而小鬼子为了更快地控制热河全境，对境内抗日义勇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剿。他们利用老百姓的生命来威胁他们说出抗日义勇军躲藏的位置。许多老百姓为了保护义勇军，选择了隐瞒，但都被可恶的小鬼子当场杀害。他们甚至把村里的妇女送给手下，以此来羞辱他们。这个妇女不堪受辱，忍不住说出了义勇军的位置。黄东30里有个白云洞，那里有义勇军。而小鬼子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白云洞却是一帮土匪的山寨，而徐家姐妹在逃亡的时候，恰好被这群土匪撞见带回了山寨。姐姐一行也在土匪的救助下痊愈了起来，但条件却是两姐妹要和土匪老二老三成亲。正当他们逼迫举行婚礼之时，一阵枪响响彻了山谷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个女人刚刚在大喜之日被全家灭门，现在又被土匪逼着和傻儿子成亲。土匪头子放出狠话：今儿个就2条路：1，我一枪毙了你们；2，换衣裳，拜堂，成亲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响彻山谷，山寨里的老和尚被小鬼子一枪做掉。属下这才来报是小鬼子带着人马前来围剿山寨。土匪头子听完立马不服气了，自己都不敢杀的和尚，小鬼子居然这么猖狂，立马带着手下要去找回场子。可刚一露头就被小鬼子一枪打中了心脏，双方随即打了起来。俗话说高打低，打傻。可奈何鬼子的装备精良，怎是土匪这几支烂枪可以抵挡？一时间土匪伤亡惨重。行，大哥，他们枪太好了，快跑啊！再不跑，全都得死光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支鸣笛箭飞速射出，直接命中鬼子机枪手。徐一航带着弓箭及时赶到，徐一航把他的愤怒全部集结于自己的弓箭之上，射向小鬼子。眼看一箭女流都在奋勇杀敌，也是点燃了土匪们的斗志。土匪老三随即下令冲锋，将小鬼子尽数消灭。而徐一航的手臂也因再次用力而导致伤口崩开，鲜血顺着手臂流了下来。一航却丝毫不在意，内心的仇恨让他已经忘记了疼痛。可以去讨债了。有人欠你钱吗？欠我命。现在土匪头子已经阵亡，徐家姐妹收拾起行装准备离开这里。土匪的2个傻儿子从屋内抱出2件战衣送给2人作为礼物。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从陆河的客商那儿抢过来的。哎，这都是好东西，我爹平时都舍不得让我们拿出来。 2人看着眼前的战衣，深有感触，似乎感觉只有披上战衣才是他们的归宿。他们欣然地接受了这份礼物，随即披上就准备离开。而他们接下来就是准备无尽的复仇，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荣师所在的承德。承德城内，一队鬼子正在奉命巡逻，可下一秒伴随着一阵破空，打头的小鬼子被鸣笛箭一箭穿喉。没错，正是徐一航来了。他带着全家256号人的仇恨来向小鬼子索命。3支鸣笛箭再次射出，吓得其他鬼子急忙后退隐蔽。
而此时他手臂的伤口因为用力过度而被撕裂，一行只能强忍着疼痛，因为这种痛和失去亲人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。只见他不断拉弓射出，又是一剑穿喉。不一会，这对鬼子就被他尽数消灭。他想把最后一只鬼子留给自己的妹妹徐二航，可二航摆好姿势，却迟迟不敢射出这一箭。童年的阴影一直在二航心里挥散不去。犹豫之下，小鬼子趁机逃走。就在这时，城内的鬼子听见枪声，小野三郎马上带着人火速支援。此时的徐一航已经很是虚弱，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。但是想到自己全家惨遭小鬼子的杀害，他吃力地站了起来，闭上眼睛静心。听到小鬼子赶来的脚步声，他躲在墙后，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军官就是杀死自己母亲的仇人。当天的一幕幕又一次浮现，他张弓搭箭，强忍着疼痛也要替母亲报仇。小鬼子见识过鸣笛箭的威力，也只敢躲避在掩体的后面。没了办法的小鬼子掏出腰间的手雷丢了过去做掩护，随后便发起了第二轮的攻势。徐一航依旧三箭齐发，直击小鬼子咽喉。一旁的妹妹眼看着手臂不停滴血的姐姐，她尝试将箭射出，可始终下定不了决心。一航拿出腰间的酒灌了下去，来麻痹疼痛。就在这时，鬼子又一颗手雷扔了过来，二航的叠五箭终于射出，击落手雷。趁此间隙，一航带着弓箭冲了出来。强力的鸣笛箭直接从小野三郎的脖子穿过，其他鬼子见状也是赶紧逃窜。徐一航眼看着被射死的仇人，愤怒地把剑抽了出来。妈，女儿给你报仇了，这只是个开始，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，我就守在这里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送死，就一定要偿还。注意看，徐家两姐妹正在被小鬼子追杀。此时鬼子已经封锁了所有的街道，正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旁的门突然被打开，荣石从门里冲出，迅速将两姐妹带进了屋内。徐一航摘下手臂上的手套，看着还在流血的伤口，荣石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没有用昨晚给你的药？”原来就在昨晚，荣石就已经把治枪伤的药送给过徐一航一次。其实我们以前见过，你忘了吗？但此时的徐一航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，更记不起荣石就是在婚礼那天救过自己的人。这样我们用不着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保重。无奈荣石只能把药放在了地上，然后离去。怎料徐一航并没有选择去使用它，眼看着这个倔强的女人，荣石直接拿起她受伤的手臂，一点点的把纱布取下，然后强行把药涂了上去。虽然到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男人的帮助，但是徐一航依然对他充满了警惕，起身后就要离开。别跟着我们。好吧，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你们可以在荣誉咖啡馆门外的电线杆子上留一个箭头的图案，我就会来找你们。你能找到我们？我能。离开后的徐一航没过多久，一支鸣笛箭伴随着破空声直插小鬼子咽喉。闻声而来的鬼子中佐低头一看，却傻了眼，箭上附着了一张纸条。徐一航把所有的仇人列成了一张黑名单，他要杀尽黑名单上的仇人。小鬼子随即露出一副不服气的表情，立马下令全城搜捕。一时间，城内的鬼子尽数出动，为的就是找出徐一航这个不稳定因素。伤口再次裂开的徐一航只能暂时找到自己的表哥寻求帮助。可当他们刚刚进屋，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徐一航下意识地准备抽出弓箭，却被表哥拦住。他知道现在打起来和送死没有区别，于是想让他们先上到2楼的仓库躲一躲。小鬼子根本不当人，刚一进屋就直接开搜。正当表哥极力阻止之时，他突然发现了地上的刚刚徐一航滴落的血迹，他赶忙顺势摔倒，打碎了柜子上的碗，然后拿起碎片遮挡住血迹。可这一切被汉奸看得清清楚楚，徐一航的血还在不停地滴落下来。只见汉奸一步步的逼近，徐一航也是拿起弓箭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正当两人四目相对时，走了。见到鬼子离开，徐一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了下来。他在里面，我去看看。别看了，让他看见了，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而此时刚刚回到家里的荣石手下就突然来报，有一队日本兵要进来搜查。听闻荣石二话不说，带着人堵在了门口。我们是奉命搜查。这小鬼子一副很是嚣张的样子，可以荣石的性格丝毫不惯着他。机枪拿来。
机枪拿来。你们都听好，不管是谁，不经允许敢迈进荣家半步，乱枪打死。注意看，小鬼子带着人就要搜荣石的家。听闻消息的荣石立马带着人把家门口堵了起来。小鬼子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躲在城内大杀四方的徐一航，他的存在就像幽灵一样，时刻威胁着小鬼子的生命安全。但是小鬼子这次明显来错了地方。荣石不仅是承德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并且鬼子头头竹木纯一也答应过荣石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命令。只见荣石霸气地问道：“小鬼子，你是不是新来的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”不知道这儿不让搜啊？为什么？看到小鬼子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荣石带着他指了指一旁的牌子。认识这3个字吗？认识。念什么？荣公馆。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此时的小鬼子明显还是不开窍，还在一个劲地问为什么。荣石也不想跟他废话，直接从腰间掏出了手枪，对着小鬼子的头就招呼了过去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荣石心想，好久没见过傻子了，直接命令手下把机枪抬了出来，并且下了死命令，只要谁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入荣家，直接乱枪打死。说完便霸气地扭头走向屋内。小鬼子见到荣石的机枪，这下慌了，连忙让人回去请示大佐。而此时在表哥家里养伤的徐一航，得知那个曾经救过自己2次的人可能是荣家的大少爷荣石，不由得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。表哥介绍到，这个人亦正亦邪，黑白2道通吃，是承德最大的势力，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找他去帮忙的。但唯一一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了日本人的汉奸。一听到汉奸2个字，徐一航的神经立马紧绷了起来，对荣石瞬间下头。在他的眼里，只要是当了汉奸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就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那样的人一样该杀。鬼子大佐知道自己人在荣家碰壁之后，心里也很是不爽。如果自己的人一直被荣家这样欺负，那岂不是让自己这个大佐毫无脸面可言？这时一旁的鬼子中佐想到一个馊主意，既然荣石动不了，那就去他未婚妻的家里找麻烦。第二天，还是那头傻鬼子带着人来到了荣石未婚妻鲁怡轩的家中，一脚踹开管家以后，就命令手下开始搜查。鲁怡轩见到管家受伤，也是急忙跑了出来查看情况，随后马上就要跑到屋内去找云南白药。可就当他急冲冲地跑回屋内时，立刻引来了小鬼子的注意。只见他一个手势命令手下先行退下，退下时还不忘把门也锁。你要干嘛？这一举动吓得鲁怡轩一个机灵，立马就要往外跑去，可怎料房门已经被锁死。哥哥和管家见状也是急忙想帮妹妹脱困，但直接被鬼子拦住。无奈之下，哥哥也只能让管家去找荣石过来。得到消息的荣石立马穿着燕双鹰的皮大衣，拿着双枪就杀了过去。鬼子搜寻徐一航姐妹闯入鲁家，对着管家就是一顿暴打，推翻了阻拦的鲁家大少爷，不由分说闯进了堂屋。鲁怡轩看着管家的耳朵在流血，顿时慌了手脚。情急之下，哥哥让他赶快进屋去拿云南白药。怡轩这急忙慌的进门，撞上了鬼子小队长。没想到这个猪头把目光转向了正在找云南白药的他。怡轩只顾着找药，并没有发现身后不怀好意的猪头队长。猪头一步一步的接近他，眼珠子在他的身上乱转，露出了畜生的兽性。他支走了2名进屋的鬼子，2头鬼子真是配合默契。出去后关上了房门。你要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快开门，让我进去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不要动我妹妹！我告诉你们，她是荣石的未婚妻。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不能这样！听到屋内求救的怡轩，哥哥瞬间明白了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他急忙求门口的伪军帮忙。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不能让鬼子祸害我们自己人，求他们帮忙，日后一定会报答他们的，并告诉他们妹妹已经和商会会长荣石定亲了，他们一定会后悔的。这些家伙根本不理会怡轩母亲和哥哥的哀求，情急之下，大少爷让管家赶紧的去找荣石。接到求救的荣石10万火急的赶往鲁家大院。
荣石推开房门，对着扑上来的猪头队长就是一脚，榕树踩住了他的胳膊。怡轩扑进母亲的怀里，哭个不停。榕树对着小队长就是一顿拳脚输出，打得鬼子爬向了门口，只顾逃命。受尽羞辱的怡轩扑向了荣石，哭诉着满腹的委屈。荣石安慰着怡轩，噩梦已经结束了。打死他！怡轩吓得缩回去了手。荣石告诉他，如果他想要好好的活着，就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勇敢的反抗，干掉眼前这灭绝人性的畜生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土地。男人出手干净利落，毫不留情地送猪头队长去领了盒饭。荣石的举动更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，大伙都认为他不会真的开枪，只是吓唬吓唬就得了。伪军吓得浑身哆嗦，且说他送走的可是关东军的小队长。回去告诉望月无雪，爷在这儿等他，让他滚！滚啊！滚！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井口直树来势汹汹地闯进鲁家。当他看到自己的猪头队长刚吃完盒饭躺在地上，而且这种姿势的确是有点难看，他怒火中烧地看着荣石。荣石，站起来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见你要站起来！荣石，我在跟你说话。那个什么叫望月无雪的家伙。井口大言不惭地告诫荣石，他已经是投降皇军的人，是皇军给了他活下去的机会。没想到荣石根本没把他当盘菜，只顾专心地保养着手里的枪。随后他起身交代所结，兄弟们都留在这里，只要有人敢踏进院子，乱抢打死。接着迈着帅气的步伐离开了。荣石，我要挑战你！都给我听着，以后只要有人敢欺负承德人，不管他是哪儿的兵，就一个字儿打！是。荣石的一番话让在场的人热血沸腾，气急败坏的井口回到避暑山庄，对着伪军班长大打出手，斥责他们为什么不拦住猪头队长冒犯荣石的未婚妻，造成了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。荣石回到荣府后，把徐一航送来的写有走狗汉奸的字条和一份报纸收了起来。杨记面馆里的表哥劝说徐一航不要贸然行动，报仇的事情不能急于一时，等养好伤再做安排。且说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停不下来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能听到他们在我耳边呼喊。256口全都是为我来的。他告诉表哥，如果不是为了参加自己的婚礼，姑父姑妈也不会死。表哥询问景川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吗？他摇头表示没有告诉弟弟。钢铁！要是知道徐一涵的下落，不说出来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鬼子为了能够抓获徐一航，把承德搞得鸡犬不宁。井口直树接到报告，城西的铁匠铺有打造弓箭的嫌疑，他带人赶到铁匠铺，抓住了老铁匠和他的2个儿子。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他们先是在井口的命令下，把铁匠铺翻了个底朝天。井口直树进屋，看到墙上挂着的弓后，发出了阴险的笑声。伪军拿着烧红的烙铁，要他们老实交代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老铁匠如实交代，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鹤岭的徐家，墙上挂的那几张弓是承德的几个老板让打的，他们就是打猎用的。哦。在井口直树的逼问之下，钢铁说出了几个老板的名字。3张弓分别是酒楼老板李阳，还有就是道具厂的老板沈化芳和军标制药厂的老板廖军标所定。自己所说句句都是实话。听完钢铁的话，井口直树露出凶狠的目光，举刀砍向了钢铁，于是才有了开头那残忍的一幕。杨记面馆的表哥打听到鬼子在4处搜查徐一航，他们接着搜查他的名义，到处抢劫杀人，无恶不作，就连荣石的未婚妻都没放过。徐一航听后火冒3丈，立马要出去找小鬼子算账，一定要阻止鬼子继续作恶。妹妹劝姐伤口稍有好转，如果现在出去拉弓，恐怕伤口又要裂开。姐试着活动胳膊，发现伤口已经不疼了，
他们奇怪荣石当天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，伤口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好转。随后姐妹二人来到街上，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阻止鬼子的搜查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恬不知耻的伪军一看来人正是荣家二少爷，他嬉皮笑脸的叫大家不要开枪，接着就说都是自己人，不要伤了和气。没想到索杰根本没把他当回事，不带搭理他的。这家伙急忙钻出去讨好榕树。狗汉奸，你不是啊？你说什么？别打了！去你的！呦！谁给你是自己人啊？拿来！我让你躲！原来就在刚才，伪军和鬼子上街，抬头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，这个畜生就动起了歪脑筋，跟着鬼子几天都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。于是他们两个要对女孩动手，但是又摆脱不了身后的鬼子。两个畜生合计先把女孩送给鬼子，等他们玩完了自己再来，这样不仅能讨好鬼子，也能满足他们两个畜生。就这样，他们上前拦住了女孩。你上你的！快点！认识吗？一看你就不是好人，长得就像个通缉的抗日分子，抓起来！我不是抗日分子！抓住了！畜生直接叫来了鬼子。且说看花姑娘的好漂亮，真是畜生遇上了禽兽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上去抓住女孩就要动手，吓得女孩拼命呼救，刚好被路过的榕树碰到，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榕树打的二鬼子找不到北，临走榕树告诉女孩，让她以后每天到荣府来一趟，告诉自己有没有人找她麻烦，要是哪天不来了，自己就宰了这几个臭不要脸的狗汉奸和狗日本鬼子。老百姓对二少爷见义勇为的做法赞不绝口。榕树拿走狗汉奸手里的照片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他们手里拿着的照片正是徐一航他们家的全家福。原来是他们拿着徐家的全家福照片到处抓徐一航。索杰回来告诉荣石，徐家姐妹就躲在杨记面馆。荣石马不停蹄地赶到杨记面馆。令尊令堂都过去半个月了，你这当儿子的连个笑都不带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你，徐家出事的时候，我也接到了徐铁军的情报，只不过当时因为有一些事情耽搁了，否则我也没机会站。他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，既然他荣石能找到徐家姐妹的藏身之地，同样鬼子也能找到这里，提醒他这里不安全。还有就是日本人一定会找荣石帮忙查徐家姐妹的下落，只有把他们姐妹藏好了，自己才能和日本鬼子周旋。表哥答应了荣石会尽快安排表妹离开杨记面馆。贼，可能不是贼，贼府可能有6、7个人。这也能听得出来。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，他就是徐一航的弟弟徐景川。他有着超凡的听力，从来人的脚步判定了他们的人数，确认了这帮黑衣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。随着黑衣人的脚步消失在门口，徐景川示意女友不要说话，先躲起来。接着他拿起弓箭，背好箭囊，箭在弦上蓄势待发。谁呀？我。你是谁？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等一等。徐景川的穿甲剑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每一剑都穿透了黑衣人的身体，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透心凉。当他询问这帮家伙是谁派来的时，不料他们吞下藏在嘴里的氰化钾，瞬间都回了老家。女友看到徐景川毫发无损地干掉了黑衣人，吓得他浑身哆嗦，颤颤巍巍地扑进景川的怀里。香港警察认定徐景川是正当防卫，这些人的死和他没有关系，但是限制他离开香港。徐景川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那就是家里人一定出事了。徐景川回头的一刹那，看到了信箱中的来信，他急忙取了出来。收信人正是徐景川。原来这封信是徐二航背着姐姐写给哥。家里出事，姐姐结婚，日本人进攻鹤岭，血洗了姐姐的婚姻。
被灭门了。在鞭炮响起的时候，爸爸妈妈、爷爷、弟弟。此刻的徐锦川不敢相信全家人被灭门的事实，突然间他感到天旋地转，倒在地上蜷缩着。不要说是徐锦川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接受这种噩耗。自己家里的21口亲人和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，一共256口人都惨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之下，只有姐姐徐一航和妹妹徐二航逃了出来。现在的徐锦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回家救姐姐和妹妹。一定要回去救他们！锦川，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了，香港的警察已经限制你出境了。那我就杀出去！另一边，竹木纯一收到消息，派出去的8名杀手全部被射伤，吞下氰化钾为帝国捐躯。竹木纯一听后毛骨悚然，他立刻电告驻香港情报部门，务必将徐锦川截杀于香港，不能让他离开。收到密电后，他们派出杀手包围了徐锦川的驻地，以防他逃走。伺机晚上动手。原来这些国军就是残余的徐家军，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机枪支援搞得莫名其妙。大伙停止射击后出去一探究竟，只见遍地都是鬼子的尸体。当他们看到面前的赵华时，激动万分。孙哲义，是我，是我！看到赵参谋的孙哲义欣喜若狂，他立刻集合队伍。本来自己带着的有30多个人，没想到这几天连续遭到日伪军的追击，和鬼子3次的交火下来，只剩下10几个兄弟了。现在司令员不在了，赵华就是他们的长官。兄弟们，从918再到山海关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团火呢，个个都想像19路军那样，跟日本鬼子铁血沙场，报效国家。我赵华发誓，只要有我们一天在，徐家军就没有亡。哪怕是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口气，我们也要跟他们血战到底。赵华的出现让这帮兄弟有了主心骨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热血沸腾。榕树回到荣府，拿出了从伪军手里抢来的徐家照片。妹妹容易看着照片中的徐锦川似曾相识，容易回想起了小时候他就认识徐锦川，听过他拉小提琴，自己不小心摔倒胳膊上至今还留下一个疤痕。表哥打听到彭超正拿着徐一航家的照片到处抓人，日本人打贺岭的时候，杜义恩在徐家做内应，彭超在城头接应，就是他们把日本人放进贺岭的。之前彭超只是个连长，投靠日本人，现在做了营长。徐一航决定下一个就是彭超，死亡给徐一航带来的是痛苦，他要让这帮鬼子汉奸尝试一下死亡的恐惧。你要让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也回来送死是吗？你要让徐家断子绝孙是吗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才会让姐姐对相依为命的妹妹大发雷霆呢？就在刚才，姐姐醒来发现妹妹还没有睡，在她的再三追问下，妹妹撒谎称自己在写诗。姐姐担心她会把家里的遭遇用诗词写出来，对妹妹就是一顿批评教育。妹妹二航赶紧下床解释，不小心把写给哥哥徐锦川信掉在了地上。姐姐徐一航抢先一步躲过妹妹手里的纸，看到是写给锦川的信时，她气愤的没控制住自己情绪，出手打了二航。你全都告诉他了，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，他应该要知道。是啊，他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。你要让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也回来送死是吗？你要让徐家断子绝孙是吗？徐一航把手里信撕得粉碎，责备二航不听他的话。只要锦川活着，他们徐家就有希望。如果锦川有个3长2短，他们徐家还能指望谁？发泄完一枪，愤怒的姐姐看着眼前可怜巴巴的妹妹，她的心里五味杂陈，难过至极的她心疼自己的妹妹。然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就是侵略我们土地的日本鬼子。
徐景川在收拾东西的同时，给女朋友讲述了着自己的过去。他要女朋友先回大屿山躲避，自己解决完家里的事情后再来找他，然后两人就结婚。两人准备好后，快速的上了汽车。徐景川逃走后，竹木纯一收到消息，他们判断徐景川逃出香港后前往广州，乘火车赶往承德。竹木纯一电告在广州考察的清水23时，务必将徐景川截杀在火车上，然后赶往承德消灭徐一航姐妹。注意看这个男人，他就鬼子陆军的打鸟冠军清水23。刚才他7枪打中了9只麻雀，仍然没有突破打中10只麻雀的目标。他口出狂言，希望这次来中国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。恰巧就在这时候收到一封加密电文，竹木纯一请他去对付徐景川和远在承德的徐一航姐妹。他庆幸终于遇到了对手。榕树和索杰带人出城去接义勇军的负责人张贺进城，刚出城门就遇到了鬼子小队长盘查。去你梁明正！娘你老子！哎，别，把枪都放！双方剑拔弩张，僵持不下。江燕过来赶紧打圆场，拉着伪军急忙让路，并告诉猪头队长他就是荣家的二少爷。猪头队长不管他是谁，没有良民证不准放行。江燕告诉猪头队长，就是有良民证他也不会给他们看的，还是让他们走吧。走。二少爷，放下。放下！我跟他们说，让他们给放行，别生气啊！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认清老子这张脸。以后谁再敢跟老子要良民证，我就要了谁的命。榕树的做法真是解气，让这帮日伪军士敢怒不敢言。江燕还告诉猪头队长，他的哥哥前2天就打死了一个小队长。望月大佐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榕树他们见到张贺后互相做了介绍，一行人来到了荣府。另一边井口直树前去报告望月大佐，荣石的弟弟太狂妄，强行进出城门，一天把他们的人打了5次，临走还抢走了徐家人的照片。望月大佐怒火中烧，让井口猪头前去把荣石给他叫来。井口猪头气势汹汹地来到荣府，不由分说强行闯进了会客厅。荣石询问是谁允许他们进来的，江燕搬出了望月大佐，请荣石去一趟避暑山庄。不料荣石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让他们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。井口猪头发话要挑战荣石，我们家的二少爷不接受你这下级军官的挑战。哎不，虽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吧，那也得分人吧？啊！臭不要脸的，我看你皮又痒了吗？索杰让井口猪头回去转告望月老小子，想见荣家大少爷就要先奉上拜帖，等大少爷有空了才能见他。徐一航的这一剑打掉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，而他的下个目标就是小鬼子的最高指挥官望月无雪。可望月无雪并不在意徐一航，他倒想看看这颗人头徐一航怎么取。一旁的伪军好意提醒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这个自大的家伙却说他太不像个军人了。伪军一听，你这不是白白送命吗？望月无雪表示，我们正等着他上钩呢，现在他上钩了，我们怎能怕了？他要拿自己当诱饵，一举拿下徐家姐妹，而徐家姐妹已经早早在这里等候。你觉得望月无雪会从这里走吗？在这一点上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徐一航的判断没错，望月无雪很自大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，看着赶来的小鬼子，徐一航命令妹妹射出第一箭。不射人，只射轮胎。那行。二航虽然不杀人，但阻挡小鬼子前进还是不在话下。随着二航的一箭射出，小鬼子的车瞬间失去了方向。虽然小鬼子的汽车被逼停，可身边的副官却拦住望月无雪。他认为这就是圈套，只要你不下车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射杀你。但他们小看了徐一航，他告诉妹妹把他们的油箱打穿。妹妹心领神会，一箭下去，小鬼子的油箱就出现一个窟窿，汽油也像泉水般漏了出来。望月无雪急了，刚想下车，又被这个武大拦了下来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只要不下车就死不了。
可徐一航不想再陪他们玩了，告诉妹妹再射一箭擦出火花。可善良的妹妹认为这样会死很多人。一航见状就想自己亲自来，可看到姐姐的现状，他还是不忍心。我来。就这样自大的望月无雪，最终还是死在了徐一航的剑下。一旁的武大怒火中烧，这可是他的大佐呀。而远在前线的竹木得到消息后不淡定，他要回承德会会这对姐妹花。这别伤和气。我的朋友也是你想看就能看的。别！身为承德的王，大半夜的和小鬼子硬碰硬，还要从二航为姐姐深夜整容说起。他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买完药就回去，可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伙鬼子兵，二航赶紧躲了起来。可当他偷偷观望时，一不小心触碰了帆布上面的铃铛，这让小鬼子有了警觉。现在的二航是骑虎难下，突然的一声枪响，惊醒了正在熟睡的荣石，同时姐姐也清醒了过来。原来二航遭到了鬼子的袭击，他利用灵敏的步伐成功脱险，可鬼子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赶，最后二航被迫躲进一个胡同里，可没想到被一伙伪军逮了个正着，二话不说对着二航就开始攻击。就在这时，二航被打了一枪，但这也阻挡不了他逃跑。由于四面都是小鬼子，二航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及时救了他，可这一操作刚好被赶来的伪军撞见，很快所有的日伪军就包围了这里。里边人听着，赶紧出来，要不然我就开枪！谁要开枪啊？这是听着耳熟啊！打开门店，正是号称承德王的荣石，紧跟其后的就是受了重伤的二航。伪军一看这位身份有点特殊啊，荣石表示这是他的朋友。小鬼子想上前一看究竟，却被荣石一脚踢了回去。小鬼子哪受过这种气，起来就要磕，荣石又是一脚，这可彻底激怒了小鬼子。荣石也不弱，一枪顶在脑门上。一旁的伪军赶紧说和，这两边都是惹不起的主。我的朋友也是你想看就能看的。别伤和气。最后荣石扶着二航霸气离场，小鬼子还不服气，叫住荣石，随后表示如果没有竹木将军的命令，谁也别想离开。荣石知道他要尽快解决，不然二航就危险了。于是他走上前，再一次用枪顶住小鬼子的脑门。伪军害怕事情闹大，开始做起了和事佬。这样，这离山庄也很近，竹木将军来得很快，要不然您伪军没工夫，你告诉他，爷现在就走。有胆量就让他们开枪！荣石的霸气硬生生的把二航从鬼门关带了出去，他是得救了。可徐一航听到枪声也开始出来寻找，而这一找就是一夜，还被小鬼子团团围住。面对这些受刑般的小鬼子，一航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想发出震慑全场的一箭，可他却无能为力，射出的箭软弱无力。二航听出了姐姐这一箭的力道，是我姐姐，她这一箭没射中目标，而且少营软弱无力，射程不足50米。他一定是支撑不住了。当他们赶到时，小鬼子已经慢慢向徐一航靠近。就在这时，荣石果断出手，打了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。解决掉小鬼子，荣石一个漂亮的转身，这种帅气的步伐和那气质不凡的脸蛋，让二航那懵懂的心开始荡漾起来。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你救了徐二航？不，我救了你的兵。不久前，荣石凭一己之力干掉鬼子的一小队人马，成功救下了徐家姐妹。可这样的操作让他陷入了两难，因为竹木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可等到荣石出现的时候，竟然对救徐家姐妹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竹木很不解，你这样做可以理解为是你救了徐家姐妹。我救了你的兵，这很明显，荣石在颠倒黑白。可竹木却偏偏想听听他的解释。荣石表示，如果他不带走徐家姐妹，死的可是你的兵。武大表示，那我们的20名士兵被杀，应该和荣会长有关系吧？我杀的。武大顿时傻了，连竹木都有点懵了。没想到荣石既然不打自招，为什么？为了保护徐一航和徐二航。竹木知道荣石这是要混淆视听，便问道：“那你有什么收获？”我找到了他们的住处，
所有人都被荣石的话惊住了。要知道，一个顶尖的杀手不可能轻易让人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既然有了线索，竹木就不会轻易放过。他们住在哪？朝阳街59号。啊！立即安排围剿。嘿，等等。荣石建议他们别去，因为你们的鲁莽暴露了我的身份。现在的徐家姐妹不一定那么的信任我。如果你们打草惊蛇扑了空，那么我的喉咙上也会多一个窟窿。更重要的是，恐怕以后再没有人给江宁提供他们的线索。虽然荣石的解释很完美，但竹木认为这是拿下徐家姐妹的最好时机，所以他不管荣石怎么说，还是带人赶往徐家姐妹的住处。可到了这里，就和大家想象的一样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徐家姐妹，有的只是换下来的纱布。武大望着这些纱布，眼神里透着杀气，转身怒斥看守的索杰：“人在哪里？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们吗？”“是，可我确实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跑的。再说了，这么容易就盯得住，他们就不姓徐了。你说呢？”武大被气得满脸通红。索杰是见过大世面的，面对这种小卡拉米，还真就不放在眼里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可武大不可能给他机会，承德的王他得罪不起，但一个小小的管家再收拾不了，那他这个武大的个头就白长了。我告诉你，日本人，在承德这地界，还没有人敢用这狗一样的眼神瞪着我，恕不奉陪。这话可把武大整急眼了，命令手下抓起来。可他有点低估了索杰的实力，能在荣家掌管所有打手的人，也是你们能僭越的了。索杰就像入无人之境一般，没有人能近得了身。最后还是武大一枪震慑全场。就这样，索杰被抓。而得到消息的荣氏不仅不担心，就算自己的弟弟要带人去抢人，他都不拦着，因为他知道现在的日本人不会对荣家做过个的事。哎，荣树，哥，你还真让他去啊？正好让竹木帮我们试试，索杰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你不是说索杰他没问题吗？你觉得咱们荣家这几百号兄弟，现在是听索杰的，还是听你哥的？当然是听哥的呀。未必。住手！这个武大郎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愚蠢丢了一只耳朵。不久前，索杰奉命看住徐家姐妹，没想到小鬼子赶来，却没有徐家姐妹的身影。本就一肚子火的武大，看到索杰对自己的态度，马上命令人给拿下。可身为荣石的管家，对付这些小卡拉米还是没问题。很快，这些小鬼子都被索杰撂倒，最后还是武大一枪让索杰停了下来，但他也被小鬼子给绑了回来。刚开始，小鬼子为了出一口恶气，用皮鞭狠狠地抽打，可索杰硬是一句话没有。小鬼子打累了，想来点软的，可索杰就说自己不知道徐家姐妹的去向。小鬼子急了，就想再比划比划，没想到索杰要招供，武大还有些疑惑。索杰表示：“你过来一点，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。”立功心切的武大没想太多，就把耳朵靠了过来。这时的索杰看准时机，一口咬住他的耳朵。小鬼子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而索杰并没有松口的意思，直到咬下耳朵才肯罢嘴。小鬼子急了，想一枪毙了索杰。一旁的伪军给拦了下来，因为索杰是荣石的得力干将，这样的人可不能杀呀，我们的军需品还得靠荣石呢。武大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便停下了他愚蠢的行为。而在外面，荣家的二少爷带领手下直接过来霸气要人。他表示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时间一到，如果不把索杰放出来，他就要血洗避暑山庄。竹木纯一表示，如果他要敢开枪，就立刻还击。九州大崎，やつを一開とて。榕树见时辰已到，便鸣枪警告，但没想到小鬼子已经架好机枪，等着他进攻。好家伙，看来是早有准备啊！我今儿非得试试，看看谁的骨头比较硬。就在这时，姐姐过来拦住了他，告诉他索杰没事，小鬼子会主动送过来。那不一样，咱把人给要过来，那多威风啊！现在他们不占理，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，他们就占理了。到时候他把你扣住，让哥给他们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，你说哥给还是不给？此时的榕树也知道自己太鲁莽了，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，结束这场没必要的冲突。荣毅表示索杰是荣石的得力助手，让竹木纯一看着办。还有军需品的事，就让他自己解决吧。说完，姐妹两个就霸气离场。竹木纯一知道后，气得咬牙切齿。而荣石不只是说说而已，他集合承德有头有脸的人，并告诉他们，如果没有他发话，谁要敢给日本人一个大字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咱们一块儿灭的徐家。
荣石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捏了把汗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最后还是竹木纯一败下阵来，亲自登门拜访，并把完好的索杰抬了回来。看到索杰的现状，姐弟两个心疼坏了，可索杰却要求榕树帮他付给他们一块大洋。为什么？我吃了他的耳朵，没给钱。小鬼子也没有了当初的嚣张气焰，转身离开了。而竹木纯一和荣石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敢打老子的兵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？说什么呢？口气这么大！行侠仗义的荣家二少爷突然被人拦下，来人表示现在有一群小鬼子，不仅杀害他年仅5岁的孩子，现在还要强暴他的妻子。有着正义化身的榕树当然不能就这么看着，带领手下把这些小鬼子打得屁滚尿流。但这还不解气，榕树命令手下把人带出来。看到不服气的小鬼子，榕树也不客气，举枪就杀。2个小鬼子终究为自己的受刑买了单，而这2个伪军就好过多了，只是接受榕树的拳脚，并没有吃子弹。就在他打得兴奋时，竹木纯一请来对付徐一航的吕良彪出现了。住手！救命啊！你个找死！吕良彪那可是有着打虎的名号，现在的榕树还真不是对手。敢打老子的兵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？说什么呢？口气这么大！吕良彪即便被枪顶着脑袋，他也不怕，并口出狂言，还真有不怕死的。可索杰根本不给他机会，命令他放下枪，这样很不礼貌。可吕良彪却突然出击，打了索杰一个措手不及。索杰见状抬腿就是一脚，却被对方轻松挡下。紧接着吕良彪一个接化法，把索杰打倒在地。最后就是索杰被擒，榕树被枪指着，因为他打了吕良彪的兵，吕良彪要带回去慢慢折磨。而在这同时，荣石正和竹木纯一签订一份非常重要的合同。荣一突然闯了进来，告诉荣石弟弟和索杰都被吕良彪带走了。为什么？4个日本兵和讨肉军杀了1个小孩，还要强暴小孩的妈妈。榕树为了救小孩的妈妈，打死了2个日本兵，就被他们抓去司令部了。听到妹妹的说辞，荣石知道又可以将竹木义军了。将军，话你都听到了，像这种情况，你觉得该怎么处置呢？现在的竹木纯一也不知道怎么做，可荣石的举动告诉了他。荣少，井口和杜源很快就会把荣二少爷送回府上。荣石表示那就等回去了再说吧。请留步，荣会长，您就这么不相信我竹木纯一能办好这件事吗？荣石没有理他，还是帅气离场，剩下竹木自己在这憋气又窝火。随后武大就奉竹木的命令，要求吕良彪放了榕树和索杰。可吕良彪表示他们打了我的兵，还杀了2个小鬼子，就这么给放了。吕良彪，你只需要执行竹木将军的命令就可以了。对武大的话，吕良彪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因为他只受命于自己的大哥，其余的在他这里就是个屁。他们杀了日本兵跟我没关系，但是动我的兄弟就是不行。吕良彪，你记住，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给你的，明白吗？听到武大这么说，吕良彪不愿意了，他要让小鬼子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。随后他便告诉自己的兄弟，榕树打你们哪，你们都给我还回去。武大一看你这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，便想让他见识一下他的威武。可没想到吕良彪快了他一步，还好一旁的伪军给拦了下来，不然这个武大真就成了历史。最后榕树的下场就是要面临吕良彪的枪决。吕良彪，我可告诉你，竹木纯一正在绞尽脑汁地修复和我们荣家的关系，关我屁事儿！你要是敢动二少爷，你看看竹木纯一怎么对待你。那是竹木纯一有事求着荣石，所以你们才这么嚣张。但现在他也有事求着老子，对不起了，上堂。吕良彪听到这话，榕树有些慌了。一向嚣张跋扈的他，没想到今天碰到了不要命的。我可不会放过你的！怎么着，小子？害怕？晚了。吕良彪，来人！你不是好汉，上堂！预备！他是亲手屠掉徐家满门的大汉奸，现在竟当着小鬼子的面亲手杀掉自己的兵。在不久前，因为荣家二少爷打了他的兵，现在他要处决榕树，可没想到竟然有人敢明枪抢人，他自然不能放过。
最后姐弟两个都被吕良彪拿下，准备一起解决。就在这时，竹木纯一带人赶了过来，因为现在的荣家他们还得罪不起。可这个吕良彪不管那些，他就知道一点，他的兵只能他打他骂，别人敢动一下就得问问他的枪。由于吕良彪对竹木纯一有一定的作用，所以对他也是百般呵护。竹木表示你的兵被打那是事出有因，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吕良彪是个硬汉子，他不能冤枉任何人。转身质问这两个兵，这两个伪军知道自己做的是天理难容，便跪了下来。其中一个表示死的小孩是那两个关东军杀的，而他们只是帮助小鬼子欺负孩子的母亲。听到这里，吕良彪明白了，他的兵竟然敢欺负老百姓，这是他不允许的。紧接着送给他们一人一枪。一旁的小鬼子对吕良彪的做法虽然不满，但为了能让其更好的效力，竹木也只能忍气吞声，转身离开。而荣家姐弟自然也就被放了回去。吕良彪的出现让荣石有些头疼，因为他已经和徐家姐妹说好，借助徐一航的剑来截获小鬼子的军需品。现在这么一闹，他要尽快送徐家姐妹出城。在另一边，吕良彪告诉竹木，即使没有荣石，他也能找到徐家姐妹。徐家姐妹一直是竹木的心头大患。听到吕良彪这么有自信，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赞。而他的办法就是满街发挑战书，因为徐家被灭门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徐一航看到一定会赴约，而地点正是荣家的咖啡馆。这么看来，日本人的确是用不着我们了。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咖啡馆呢？给荣家点颜色看看。但这不仅只是给荣家点颜色，更重要的是那天的徐一航会有去无回。荣石告诉索杰，让他派人把所有的传单都收回来。这恐怕有点难度，不知道他们已经发出去多少份了。尽量吧，尽量不让徐一航看到就行。是。虽然荣家把传单一一收回，可还是有漏掉的。徐一航看到挑战书上的名字，不由得想起徐家被灭门的场面，那张脸他记得很清楚。现在的徐一航眼里全是恨，他恨不得立刻解决了吕良彪。荣石怕的就是这一点，特意过来一趟，看到桌子上的挑战书，他知道事情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，但他还是想劝一下徐一航。荣石表示这就是个圈套，如果你去了，你们姐妹俩一个都回不来。周边的人我已经都清了，让我弟弟妹妹送你们出城。徐一航知道他不能连累自己的妹妹，便答应了荣石建议。走吧。这也许是大家最想看到的，可是到了城门口却被伪军给拦了下来。以往荣家的车都是想过救过没人敢拦，如今却冒出这么个不怕死的。搜查良民证。放在以前他还真不敢向荣家发难，可现在他们换头了，吕良彪连日本人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荣家呢？所以才有了他们无视荣家的存在。但荣树的任务是送徐家姐妹出城，谁要敢拦他的路，无疑就是找死。再不滚开的话，老子就开枪。但这样的操作不仅没吓住这个伪军，还让他更加猖狂。准备射击！准备射击！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一声枪响打破了局面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这承德城是荣家的地方，日本人来了，这里姓荣；吕良彪来了，还姓荣。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！荣家人要把抗日英雄送出城，没想到被不长眼的伪军拦下。最后荣石霸气出场，才稳住局面。把他给我搬开！搬开！荣石的出现让这个伪军有些忌惮，便命令人放行。就这样，一直和小鬼子对抗的徐家姐妹顺利被送出城。徐家姐妹是被送出去了，可荣石将面临更大的难题。他大闹城门口的事，竹木纯一不可能轻易放过。在决斗的时候，徐一航要是没出现，那么他放走徐一航的事就会被发现，到时候他可能会被控制起来。但这些对荣石来说不算什么，他最担心的有2点：第一，这批军备非常重要；第二，帮我照顾好同事荣毅。索杰知道荣石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可吕良彪却出现了，因为他向徐一航下战书的地点就是荣石的咖啡馆。现在他要在这里等着徐一航出现，而荣石被竹木请来看戏，因为这是对荣石最好的展望。徐一航出现还好，如果不出现，那么荣石放走徐一航的事就会被坐实。在另一边，一向精明的徐一航怎会看不透这其中的要害？他把妹妹托付给义勇军，他要独自去赴约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，我必须去。让开！我不让，让开！我们出城的时候动静闹得那么大，如果我不回去，荣氏就洗不清。荣一、荣树，麻烦你们再把我送回承德。
去晚了你们就见不到你们的哥哥了。虽然妹妹有些不情愿，但听到关于荣石的安危，还是让姐姐去冒这个险。在另一边，徐一航要出现的地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妹妹不能看着姐姐一人去冒险，骑着马也往那里赶去。剩下的义勇军也不是白给的，他们也要进城助徐家姐妹一臂之力。同时，远在香港的徐景川知道家里被灭门的事，也是快马加鞭赶往承德。路上有哨卡都阻止不了他前进的步伐，在马背上就轻松解决掉。他的剑可以穿破小鬼子的坦克。就这几个小塔拉米还不够砍，就是这样的存在，谁能拦住？在另一边，榕树把徐一航送到指定地点后，便满世界的找荣石。我哥呢？被竹木纯一叫走了，他们应该是有所怀疑了。徐一航又回来了，他说怕我哥说不清楚，非得要回来接受吕良彪的挑战。找我哥去。大少爷，徐大小姐回来了，大少爷也就安全了。索杰知道荣石不会出事后，便让人召集所有兄弟助徐一航一臂之力，而徐一航已经找好下手的地方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徐一航向天射出的这一箭，是在决斗前告慰自己的父母，因为他要亲手杀了屠他满门的吕良彪。吕良彪，我来了！吕良彪也做好了应战准备。就在徐一航出剑的那一刻，吕良彪一脚踢起手枪，来个空中旋转，和徐一航的生死对决正式打响。荣石很担心一航的处境，但他也无能为力，只能靠一航自己拿下吕良彪的人头。但他每一箭的发射都牵系着荣石的心，因为他不知道里面具体的情况。这样的折磨让他如坐针毡，只能不断的喝水来掩饰他内心的不安。而在一轮对决之后，吕良彪挨了一箭，徐一航也中了一枪。吕良彪不想趁人之危扔掉手中的枪，想体验一下拳脚上的功夫。徐一航也明白他的用意，解下身上的负担。随着吕良彪折断剑的那一刻，徐一航发起了攻击。虽然吕良彪挨了重重的一拳，但也没能阻止他还回去。而这一拳把徐一航打出数米远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一个徐一航的小迷弟出现在现场，看到徐一航正处在下风，他毫不犹豫射出一箭，但被吕良彪轻松躲过。吕良彪想出刀解决，徐一航起身营救，没想到被踹了回去，紧接着被一刀扎中左臂。竹木非常高兴，他的心头大患终于解除。而荣石就不一样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受了重伤的徐一航用尽全身力气爬了出来，荣石终于坐不住了，他浑身颤抖，但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徐一航被折磨，因为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而懦弱的二航看到姐姐被打，他也没能射出救命的一箭，只会在这无能的哭泣。这一幕正是竹木想看到的，可荣石看不下去了，那是他藏在内心深处的爱，他不能亲眼看着徐一航被杀，便以方便为由离开了现场。而他的离开不是简简单单的看不下去，他在思考，一方面是小鬼子的军需品，只要能协助城外的义勇军拿下，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攻破承德；一方面是自己藏在内心的爱人，但经过他的深思熟虑，他还是选择了前者。但在徐一航被处死的那一刻，也是竹木纯一灭绝的时刻。杀了吗？还没有，交给他们，也不知道怎么折磨你，给你个痛快的吧。一向懦弱的二航终于出手了，但他的每一剑都没要对方的性命，目的就是想姐姐脱离危险。荣石看到事情有转机，也没对竹木纯一下手。在这同时，城外义勇军开始攻破城门，他们要助徐一航一臂之力。义勇军的出现可以抵挡小鬼子对徐一航设下的埋伏。另一边的荣家人也不闲着，开始对徐一航展开营救。可这一幕却被一旁的二狗子看个正着。荣家人的出现让他们有了立功的表现，他们要报告给上司，但这一切早被荣石的管家盯得死死的。他命令所有人截杀，而救过徐家姐妹命的这两个山匪打响了救徐一航的第一枪。在他们的加特林强攻之下，小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。在这同时，要去报信的二狗子被荣家的人秘密处决，只有这个领头的骑车逃离了这里。不巧的是，他从荣石的身边经过，看到自己的人拼命的追，他知道事情不简单，便下车截住一个伙计。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大小姐二少爷救走了徐一航，正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但是被他发现了。
快转身！随后他命令自己的司机，让他也去必须灭口。在另一边，由于所有人的挺身而出，徐家姐妹顺利脱险，但追击的小鬼子从来没停过。索杰率领手下有效地阻止了小鬼子的前进，但意外发生了，一航的车翻了，这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现在的他们都被困在了这里，由于小鬼子的火力太猛，久经沙场的索杰都快顶不住了。开跑顶不住了，跑不了，不能看命啊！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徐景川及时赶到，他的出现对所有人来说那就是救命的稻草。二航看到自己的哥哥，喊出了委屈的一声：“哥！”二航，哥，快救救姐姐！看到自己的姐姐被折磨成这样，他不再淡定了。每射出去的一箭都会干掉2个鬼子，这就是他最擅长的穿甲剑。有了徐景川的加入，索杰也开始反击，小鬼子被打得无力还手。但由于很多善后的事情需要他处理，只能留下荣家的大小姐与徐景川并肩作战。而徐景川见时机已到，便不再和小鬼子躲猫猫，他要用气势打倒这些小鬼子。徐一航帅气的出场，荣家的大小姐秒变迷妹。看到徐景川帅气的出手，他也不能闲着，加入了单方面碾压的队伍中。正所谓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很快，眼前的这些小鬼子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全部躺平。而在另一边，徐一航被救下了以后，由于伤情严重，必须马上动手术。但这还不是荣氏最担心的，因为逃跑的这个二狗子已经来到小鬼子的地盘。我是袁世良，我找杜大队长，有紧急情况要报告。杜大队长不在避暑山庄，不在避暑山庄，那到哪儿去了？去咖啡馆观战去了。他是唯一见到荣家姐弟救徐一航的人。要是他把事情报告给竹木纯一，那么徐家将会在面临一场危机。荣石得知二狗子的存在后，便命令所有人出击灭口。可这个二狗子偏偏从荣石这里经过，荣石看到后也不犹豫，直接开车撞了上去。但为了更好的灭口，荣石冒险下车，看到对方还有气，便一边叫人帮忙，一边锁他的喉。兄弟，醒！快来人来！最后这个狗腿子被活活掐死。过来的伪军看出了这是他们的小队长，上手一探，发现对方已经断气，便告诉荣石没救了，别忙活了。可没想到二狗子一口气又缓了过来，荣石本能的想再掐死，可被小兵给拦下了。这个二货天真的认为荣石要救人，便表示这点小事我们来就行。可他哪知道，这个人不死将会给荣家带来灭顶之灾。我没有办法对一个失去反抗能力的女人下手。血洗徐家的手，你不但杀了女人，还杀了很多老人和孩子。可那是军事行动，难道今天不是军事行动？眼前的男人在不久前和徐一航的一次生死决斗中，由于他的一时心软，被徐一航的妹妹射穿手臂，其余的手下也没能幸免。就是他的一时犹豫，给徐一航留下了活命的机会。在这同时，徐景川成功炸毁鬼子的军火库，这些军火是送给前线小鬼子的。而吕良彪的一时大意，让这个竹木满盘皆输。吕良彪表示自己可以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置，可竹木要的不是这些，他要让徐家姐妹的命。而这次的失败让吕良彪也无地自容，可徐家姐弟也不好过。徐一航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，弟弟在和鬼子交战中腿部也挨了一枪，但问题不大，最大的难题就是小鬼子在满城的搜索他们的藏身之处，很快就会搜到荣石的医院。现在他要马上把徐一航转移。就在转移徐一航的过程中，荣石大张旗鼓的出现，让这个武大起了疑心，随即便跟了出来。但由于吕良彪和徐一航的决战地点是荣家的咖啡馆，现在的荣石可以借此来将这个武大义军。把我们家咖啡馆打成这样还不够，又跑来干什么呀？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那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偏偏把战场设在我的咖啡馆？武大表示这都是吕良彪弄的，可荣石怎能放过这样的机会？那也总得竹木批准吧。到底是吕良彪想给荣家点颜色看看，还是竹木？武大显得有些不耐烦了。荣石知道火候差不多了，就下了逐客令，回去整到底。以后徐家姐妹的事情不要来找。松口！小鬼子虽然有火，但他还就不敢发出来，只能下令离开。而荣石的这种操作，不仅成功将徐一航转移到咖啡馆，还让小鬼子知道，没有荣家你们什么事都办不成。徐一航的安全，荣石是搞定了。徐景川这里也遭到小鬼子的搜查，没事，有我呢。但荣家二少爷可没有他哥那么大气，吓退二狗子的方法就是以暴制暴，这样的操作只有荣树能做到。二狗子还挺纳闷，能不能斗胆问一句，为什么？还敢问为什么？老子好好的在这儿吃碗面，你们影响到老子的食欲了，还敢问为什么？这样的主谁还敢搜查？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。虽然徐家姐弟被荣家人保护起来，但有一点，
在荣家救徐一航的那一刻，这个二狗子看的是清清楚楚。虽然荣石及时把他撞倒，但他却没死成。现在的竹木知道眼前的人是被荣石撞的，他知道这里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便守在二狗子面前等他醒来。这也许是压死荣家的一颗定时炸弹。而此刻的荣石正在酝酿，他要和竹木纯一再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被日本人抓起来了。索杰，难道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当缩头乌龟吗？面对荣家二少爷的指责，索杰很淡定。虽然荣氏有言在先，让他好好照顾荣树和荣毅，可荣树不怕死的决心点燃了他的斗志。二少爷，我陪你去。这一去很显然是有去无回，但能在承德称王的存在就没有一个孬种。所有人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，而此时的荣石正在接受竹木纯一的审问。荣会长，杜团长派了10个人去咖啡馆侦查，有9个人被杀，只有1个跑回来还被你撞，你觉得这是一种巧合？面对竹木纯一的提问，荣石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他表示，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巧合，因为它就是一件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。荣石的解释很简单，那就是不能承认。反正你怎么想我管不着。可这个纯木早就在家做好了功课。竹木表示，你之所以让你的弟弟妹妹频繁地出入城门，就是为了更好地护送徐家姐妹出城。但没想到出城的那天，吕良标下了死命令，这才有了你大闹城门的事情。你不但勾结徐家姐妹，还勾结城外的抗日分子，炸了我的军火库。面对竹木纯一的推理，荣石很显然有些紧张，就是他手指的抖动，让竹木坐实了自己的猜测。但荣石不能就这么败下阵来，文的斗不过那就来武的，因为他今天就没想活着离开，而竹木早就看穿了他这一点。其实你早就做好就范准备了，对吧？何以见长，你的弟弟妹妹和你手下那些兄弟都到哪里去了？我跟你在一起，一直观赏那场巅峰对决，回到家里也没有见到他们，我怎么知道？合情合理。不过，以我对你们荣家人的了解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你身处险境，他们都不会无动于衷的，对吧？竹木纯一已经拿捏住荣石的命脉，虽然荣石有300兄弟，但竹木有整整一个团，这就是力量上的悬殊。而此时的荣树已经带人杀了上来，枪口直逼小鬼子的队伍，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。可这些人的出现，正是竹木想看到的。他抛出相片，就是想提醒荣石，一定不要忘了徐家的悲剧。枪在你手里，你说了算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真心投降皇军，但你对我稳定承德太有用了。只可惜啊，你这杆枪不但能打敌人，还能打主人。什么？主人？我荣家不靠你吃饭，也没有靠你活命。你我只是合作关系，谁也不是谁的主人，这一点你必须搞清楚。荣石的霸气回话让竹木有点上头，紧接着所有枪口都对准荣石，但这怎么能吓住承德的王？就在竹木起身要离开之时，荣石叫住了他。将军，你走不了了，你装了炸弹。将军不妨蹲下来自己参观一下。小鬼子低头的那一刻，被眼前的景象呀麻呆住了。只要荣石的脚轻轻一勾，这个屋子里的人都得玩完。本以为自己掌控一切的竹木，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将军，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们一起上路，我们不会寂寞的。可就在这尴尬的点上，荣家的二少爷待不住了，硬生生的冲了进去。而他的出现打破了荣石的计划，现在的竹木又占了上风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啊！拦住他！哥，既然进来了，就一起上路吧。荣石早已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，但不能拉上自己的弟弟，所以他陷入了两难的处境。可事情很快来了个大反转，这个突然出现的伪军将会带来重磅消息。将军，将军，袁世良醒了。他说了什么？将军，袁世良说，徐一航是吕良标救走的，那9个人都是他安排人干掉的，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。这样的消息让竹木瞬间炸裂。你再说一遍，大声说！袁世良醒了，徐一航是吕良标派人救走的，那9个人全都是吕良标派人干掉的，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。结果被
容大少爷的车给撞了。他的话，荣石也感到疑惑。这个伪军不是他的人，但现在却为自己开脱，因为被荣石撞的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告诉他们，荣家人救走了徐一航，自己也是被荣石撞伤的。而这几个伪军是徐家军的兵，不得已才当了二狗子，所以这个人说了谎，救了荣石。虽然竹木感到不可思议，但眼下还有个难题需要竹木解释，因为荣石不会轻易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你们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，还有处理危机的方式，荣某有些看不懂了。面对荣石咄咄逼人的提问，竹木也做出了回应。也许这真的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，我会向你道歉。但在这前提下，你要在3天之内找出徐家姐妹的下落，否则你的弟弟就回不来了。面对现在的局面，荣石也不能硬刚，只能默许。但让竹木想不到的是，在他赶往医院的同时，能让事情真相大白的袁世良正面临着死亡。杀他的人没有真正叛变，他们之所以苟且偷生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为徐家军报仇。而这个真正的汉奸，终究没能逃过正义的审判。就在他死的这一刻，竹木也出现了。面对眼前的人，他知道这是死无对证了。小兵赶紧报告，大夫已经尽力抢救，而做戏要全套为荣石解围的这个男人走到袁世良面前，假惺惺地关心起来。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排长，那是回光返照，你刚一出门，他就不行了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他还欠我一顿酒呢。你在说谎。竹木的话让他顿时慌了，看到竹木那自信的样子，男人解释：“我是大大的良民。”竹木表示那9个人不是吕良彪派人杀的，你在为荣氏开脱。怎么可能呢，将军？长虎，是不是他说的？那9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。是啊，是他说的。很显然，这样的解释满足不了竹木的提问。另一个伪军来了个助攻，因为吕良彪从战场上被调回来的那天，路上遇到了义勇军。那个时候，吕良彪投靠了他们，而吕良彪和徐一航的决斗也是假的，目的就是要炸您的军火库。虽然这样的解释天衣无缝，但还是没能骗过竹木，命令人把他们抓起来，严刑逼供。而被抓的不只是他们，现在吕良彪和荣树都被扣了起来。小鬼子即将上演一场灵魂般的拷问。井口直树这孙子，看老子出去不扒了你的皮！眼前的这个男人即将接受最残忍的酷刑。随着小鬼子的动作，几只军犬冲了进来。小鬼子要让自己的军犬咬出他想要的答案。荣石知道这会让他暴怒，便先发制人。我替他们说吧。他表示：“你想要的答案不就是想让他说出我救走了徐一航吗？那就是我救的。”这很明显是将了竹木一军，但竹木也不是白给的。他表示现在说什么不重要了，即便他说是你荣氏救走了徐一航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今天的目的是让你们兄妹参观一下我的酷刑。紧接着军犬就扑向那几个人，随着一声声的惨叫，荣家大小姐哪看过这种场面？荣石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刚想离开，却被武大拦住。荣石一枪顶住脖子，放出狠话：“你们下出个好歹，老子要你的命！”武大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。上演这么一出戏，就是告诉荣石，3天之后如果没有徐家姐妹的消息，你荣石也会是这样的下场。紧接着竹木又把他带到下一个牢房，因为这里关押的是最牛逼的2个人，一个是荣石的弟弟，一个是为小鬼子卖命的吕良彪。因为吕良彪被人陷害，说他救走了抗日的人。现在武大要对他进行灵魂拷问，小鬼子的刑具对吕良彪来说一点作用不起，他硬生生扛了下来。看到小鬼子那得意的样子，吕良彪却一反常态，他要招供。就在武大把耳朵靠近吕良彪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他的耳朵又要掉了。吕良彪一口上去，武大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他这是既吃不记打呀？难道2只耳朵都掉才能对称吗？但这却惹怒了竹木，他命令军犬伺候。而之前的那一幕还没能让荣毅缓过神，这又来，这可给他吓坏了。请允许我妹妹先离开这儿。在荣毅离开的那一刻，军犬就奔吕良彪飞奔而去。这样的酷刑没有一个能挺住。荣树看不下去了，便为吕良彪求情，但在情急之下说了一句要命的话：“将军，你就放了他吧，他真不知道义勇军在哪儿，救走徐航的真的不是他。”这话不仅让竹木感到意外，就连荣石都被吓出了冷汗。要知道这句话代表着荣树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这样一来，竹木就会把矛头重新指向荣家。你怎么知道救的徐一航的不是他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他要是知道，他早说了。荣树的这种回答不可能满足竹木想要的。荣石见状来了个先发制人：“你是哥的亲弟弟，你哥现在对将军还有用，就算你知道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不会为难你。所以，你都知道什么？实话实说，听明白了吗？”荣树瞬间明白哥哥的用意，便开始胡乱编造。好，不说实话，是
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，而且是竹木纯一指使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。竹木纯一背叛了关东军，联合城外的义勇军，要拿下承德。不许胡说！荣家兄弟的表演让一旁的吕良彪看得明明白白。你们哥俩别在这儿一唱一和的了。救走徐一航的，就是你们荣家的人！现在的局势，荣家和吕良彪都心知肚明，唯独这个竹木被蒙在鼓里，但他有权在手，这就是他的优势。他告诉荣石，你只有3天的时间，到时候没有徐家姐妹的消息，那你的弟弟就回不去了，而这将会给荣石带来巨大的挑战。荣石怎么才能化解这场危机？我们下集见。自从吕良彪被害入狱后，小鬼子没有了顶梁柱，而这批军火必须送到前线。他们调来自认为是神枪手的清水23来护送军火。荣石得到消息后，认为只要能截杀清水，那么城外的义勇军拿下小鬼子的军火就轻松多了。可现在徐一航已经身负重伤，不能担此大任，所以这样的重担就压在了徐景川的身上。徐二航作为辅助，兄妹两个很快被送到指定的地点。由于清水是少见的高手，为了不让徐景川分散精力，现场只能有他们兄妹两个，其余人必须离开。他可能打不过清水23，要再不出手的话，李哥恐怕就……我知道了。而清水也不负众望，走的路就是我军事先预想的路。在车子被大坑挡住去路的同时，徐景川拉起优美的声音，清水闭眼享受，这样的声音让他陶醉。很快，清水就来到徐景川的面前，而徐景川也不客气，送给他一个见面礼，但被清水轻松躲过。接下来就要上演一场生死之战，但由于清水在明处，徐景川在暗处，这会让清水很被动。徐景川看好时机，一箭射出，但又让清水轻松躲过。为了能拿下清水的人头，徐景川利用假人分散他的注意力，随后再一箭要命。连续几箭都没能要了清水的命，徐景川要放大招了。这一仗下来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，但为了能尽快拿下清水，徐景川用尽毕生所需。只见他一跃而起，在空中旋转的同时，一脚踹向对方的面门。清水被踢出数米远之后就没有了声音。徐景川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可掀开凉席的那一刻，他傻眼了，清水不见了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就出现了大反转。现在徐景川处于明处，突然出现的木桩让他没有任何防备，狠狠地接了这要命的一下。清水的突然袭击不但没有拿下徐景川，反而自己被打得满地找牙。徐景川不想再和他玩下去了，想上前结果了他。就在他出手的那一刻，清水这个匹夫竟然玩阴的。就在徐景川快挺不住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一剑打破了现有的局面。清水知道现在的自己没有能力战胜暗处的人，便夹着尾巴离开了。
别放走他！二行的及时出手救了自己的哥哥，但徐景川认为现在的清水已经没有了战斗能力，你要去把他做掉。但二行的软弱让他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，最后让这个清水成功回到自己的地盘。而他们在回承德的路上，却意外碰到一伙鬼子。身为荣家的大小姐，枪法也不在话下，对着小鬼子就是疯狂的输出。在这之余，还不忘秀一下自己的身材。就这样，10个鬼子被他一人团灭。走。只是为了一个所谓的计划，就想让徐一航放下被灭门的仇恨，因为荣石要救下吕良彪。那不可能。荣石知道这样很难说服徐一航，但索杰表示吕良彪是个人才，如果义勇军把他救出来，那就坐实了吕良彪勾结义勇军的罪行，荣家才能摆脱救你的嫌疑。我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还有一些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人，我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在我面前，256口都是为我而来，为我而死。我无法像你们那么理智，那么冷静。徐一航的描述很明确，放下对吕良彪的恨是不可能的。但索杰提到，如果要是为救荣家呢？此时的徐一航犹豫了，但他为了不让荣家再次冒险，他提议给自己换个地方，然后把地址告诉给竹木，这样所有的小鬼子都会去他那里，而荣石要救吕良彪的计划会成功一半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射箭了。我能。看到一航那坚决的态度，荣石也只好答应。很快，徐一航就找好落脚的地点，他做好一切准备，他要让小鬼子有来无回。而竹木好像知道了荣石的计划，他来到吕良彪的面前，告诉他，今晚将是一个不眠夜，你的朋友会来救你。如果有人来救你，杀我，我死而无憾。竹木的判断是把吕良彪当成了真正的叛变者，而吕良彪的话让他有些迟疑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今晚这一仗是避免不了的。荣石把眼下的局势用棋盘来分析，这是城门，这是避暑山庄，这里是筒子街18号。筒子18号就是徐一航的位置，之所以安排在城门口附近，就是为了更有效的出城。而竹木也摆好了阵势，和荣石的一模一样。而让荣石想不到的是，竹木从外面调回大队人马，城门口的人可以碾压一切力量。按照现在的局势，荣石知道自己上当了。完了，我们上当了。上当了。竹木这只老狐狸故意放出风去，让城里的日伪军倾巢而出，去围剿义勇军，就是为了要引我们上路。现在义勇军只要一进城门，我们就会被他们一口吃掉。所以600人埋伏在城门口，800人留守避暑山庄。看到眼下的局势，索杰提议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，但被荣石给驳回。眼下还是先把徐一航送出去，这样行动起来会没有顾虑。而城里的小鬼子就得靠荣家解决。城里的关东军虽然多，但不过是一把小卒子而已，而且这些小卒子要防守那么多地方，尤其是军火库，对他们来讲一定不能再出事儿。所以这个中队应该是雷打不动。可他们这每一个点都有几百人，我们攻不进去啊！徐锦川身负重伤，徐一航丧失战斗力，而徐二航又不敢杀人，竹木应该不会留太多的兵力去对付他们，所以要让竹木纯一以为徐二航开杀戒了。而让二航开杀戒的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借二航的剑来消灭鬼子。荣石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了，现在就看竹木怎么出招了。两位平日里的明争暗斗，要在战场上一决高低。这个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徐一航的审判，而能让这个胆小如鼠的他出现在徐一航的视线中，都是荣石一手制造的。为了能调出小鬼子的兵力，荣石让手下把徐二航的剑插在小鬼子的喉咙上。当小鬼子发现后，荣石再给竹木报告，称自己兄弟发现了徐二航的踪迹。我的人在城南茶行外看到了徐二航。什么时候？5分钟以前，我的人在那儿盯着。让你的人盯住，我的人马上就到。好。而为了让自己的兄弟在外面能够为所欲为，荣石特意强调，我的兄弟在为你工作，打起仗来一定要看清楚。这样一来，荣家人就相当于拿到了免死金牌。竹木虽然犹豫了，但他的愚蠢还是同意了荣石的提议，而他派去查看现场的人自然会扑个空。就是这样的操作，荣石百试不爽，成功将鬼子的兵力调出，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。而这样的捷报还不断的报上来，
又有2个兄弟在城北得手了。索杰提议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了，不然竹木那个老狐狸会醒的。荣石也知道是该收手了，但这最后一张牌必须得出，那就是报出徐一航的位置。只要让竹木看到徐一航，他弟弟就会平安回家。恭喜将军，好消息终于来了！多谢荣贵啊！你好像一直在给我报告好消息。这怎么样？徐二航跑进了筒子西街的一处民宅，而且徐一航也在。竹木对荣石不断提供线索感到了质疑，荣石表示我的人会亲自带队确认。确认了徐家姐妹在里面之后，我立刻放了荣二少爷。谢谢。徐家姐妹在筒子街18号。荣石这次报给竹木的地址是真的，现在就要靠徐一航自己了。这也是荣石最担心的，因为徐一航的伤还没有好，他不知道一航能不能扛下来。另一边的竹木开始部署对徐家姐妹的围剿，他派出2路通讯兵调回出去寻找2航的队伍，可没想到荣石早就算到这一点，在路上设下埋伏，竹木派出来的人都被荣石的手下一一解决，这让小鬼子不得不动用城门口的兵力。城门口表示关东军1个中队和伪军1个营的比例，约600人左右，朝筒子街方向去了。荣石看着棋盘上的走势，现在只要徐一航那里打起来，那么竹木之前派出去的兵都会扑向那里，这样城门口就没有了战斗能力。但这需要荣石的人在城里打乱小鬼子的部署。我们的人该出动了。在另一边，小鬼子的大队人马已经靠近徐一航，而徐一航超人的听力感觉到了这一切。荣石的人看到小鬼子的人，立马上前迎接。我是文公馆的人，他俩还在里面。大少爷吩咐过，一定要看到他们才能够动手。但要想上前查看，就得换上老百姓的衣服。就这样，荣石的手下扮成被追债的，敲响了徐一航的门。因为这是事先定好的暗号，徐一航毫不犹豫地打开房门，而他的出现和远处看上去是徐二航的人，让这2个探路的坚信不疑。可就在关上门的那一刻，徐一航按照原计划从暗道出去，来到事先预备好的地方。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之前的位置，而这个武大为了能拿下徐家姐妹亲自上阵。此时的徐一航已经做好准备，随着炸弹抛出去的同时，徐一航一箭射出，让手雷再飞一回。炸弹落地的同时，汽车被炸得腾空而起，2个二货玩了一次免费的过山车。就在汽车落地的那一刻，徐一航果断出手，剑锋直接穿透伪军的喉咙。徐一航终于将这个出卖父亲的败类了结。而他为了顾全大局，并没有和小鬼子恋战，从地道来到另一个地方和荣石的兄弟会合。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徐一航突然叫停兄弟们，原来是有一批鬼子正赶往他们这里。他们发现我们了，未必，他们一定是想从这边包围小鬼子。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小鬼子，一航准备和他们决战到底。抓好掩体，准备战斗。太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。所有的兄弟都做好准备，只要小鬼子赶进来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徐一航完蛋了！现在的徐一航在小鬼子眼里就是索命的阎王，但自己的长官却不给他们活命的机会，用枪逼着他们去进攻，而这伙鬼子无疑成了炮灰。徐一航见时机已到，射出箭的同时，也让兄弟们开打。兄弟们早已经按耐不住了，对着小鬼子那是猛足了劲的打，再加上一航的箭，让小鬼子一时半会还攻不上来。在另一边，为了让鬼子不能支援，我军穿上鬼子的衣服，然后对赶去支援的人进行阻击。但这还不够，想要他们狗咬狗的打，得先挡住他们的视线，然后把引来的鬼子用同样的办法招呼。我军再撤离现场，这样2伙鬼子就开始互相咬着不放。这边是搞定了，徐一航这里就不好过了。由于长时间的作战，他的伤口又开始作痛，这让他的战斗力全无。可鬼子的进攻从没停过，外面的兄弟也被打掉了，一个接着一个倒下的兄弟，让徐一航瞬间泪奔。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他才牺牲的，而小鬼子的恶行还在继续。徐一航怒了，他不能允许有人再为他而死，他拼尽最后的力量，对鬼子进行正义的审判。可鬼子的人实在是太多，即便有加特林的辅助，也没能把鬼子消灭掉。很快，加特林的子弹被打光，徐一航的剑也没有了，这让小鬼子有了可乘之机。徐一航知道这次是在劫难逃了，他很愧疚身旁的人，他认为是自己害了他。没有，我终于打上仗了，终于给我爷爷报仇了。这句话是多少人内心的声音，也是徐一航的声音。这一刻的他们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。就在鬼子慢慢逼近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枪声直接把鬼子团灭。别开枪！大小姐，别放箭！来人正是潜藏在鬼子身边的徐家军。
大小姐，贺令驻军徐旅长部下，3团2营2连3排排长赵正文、副排长张长武向大小姐报道。徐一航不敢相信父亲的兵还有活着的。随着来人的引导，他来到外面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父亲的徐家军还在。我们刚才没伤着你们吧？没有，大小姐，我们都计划好了，躲在他们后面，在关键的时刻把他们全部歼灭。有了这些人的加入，徐一航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复仇了，他要带领父亲的兵把小鬼子赶出去。徐一航这里已经没有危险了，荣石的管家开始行动了，他们穿着鬼子的服装，把兄弟们接到后，直奔鬼子的总部。由于我们有一个会说日语的兄弟，成功进入小鬼子的大本营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救走吕良彪。吕良彪本是小鬼子的人，现在被冤枉入狱，只要把他救出去，那么鬼子就认定了他的罪行，而荣石在竹木面前就摆脱了嫌疑。这是最后一步棋，他牵扯着荣家的命脉。再看到熟悉的人在自己身边死去，谁愿意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？谁会无动于衷？谁心里不难受？徐一航还没有做好加入义勇军的准备，因为他不能再看到有人为他而死。而荣石对他发火，那是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怕牺牲自己。他们的死不仅仅是为了你徐一航，而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脱离苦海。荣石的每句话像一把刀子，深深扎入徐一航的内心。自从日本人进了承德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。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承德，赶出中国，我们随时可以死。你以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，你就算还了债？我告诉你，你还不清。荣石的愤怒是想要告诉徐一航，你的名声在整个热河是万人眼里的英雄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复仇的自私鬼。听到荣石的责骂，徐一航也有些动容。他第一次看到荣石的另一面，因为平时的荣石给徐一航的印象是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花花公子。就是荣石的这些话，让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。因为荣石说的对，这就是战争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死，包括他荣石在内。荣石的愤怒彻底唤醒沉睡的一航，他按照荣石的意思去加入义勇军，但对他的关心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言重了。你说的对，不像你说的话。虽然一航一直保持与荣石的距离，但荣石的那些话在他的心里已经扎根。就是从那一刻起，徐一航的心里已经悄悄埋下一颗爱情的种子。虽然他还没有感受到，那是因为他的内心装不下别的人。他不能忘记新婚的丈夫，但加入义勇军来抵抗小鬼子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就这样，徐一航一伙人霸气离开，而这些二狗子不知死活，开始对他们展开攻击。而城外的义勇军早已做好接应，看到追来的鬼子兵，他们开始进行有力的阻击，车上的人也开始攻击。现在的小鬼子已经成了瓮中之鳖，在我军单方面碾压的状态下，小鬼子已经伤亡过半，只有少数的人夹着尾巴逃离。荣石与竹木纯一的这场看似没有硝烟的对战，可以说是完胜。而竹木将是整个战区的笑柄，有着5000人的队伍，竟然让荣石的300人吊着他。更可气的是，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是谁在和他作对。让弟兄们子弹上膛，有人敢为难我们荣家兄弟，跟他拼命！子弹上膛！荣石之所以敢和日本人明刀明枪的干，那是因为在他兄弟的葬礼上，竹木纯一也来祭拜。可他的目的是因为有人冒充日本人，救走了他们的重要犯人。而那个人在救人的过程中说了一个字，他要对荣石的兄弟进行排查。荣石知道这个老匹夫来者不善，他也只能答应。但在这前提下，必须满足他2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将军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的手下，不能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就随便诬陷我的兄弟，否则我绝不让茶，宁愿翻面。那第二呢？第二，我要亲自和将军一起盯着，以防有人作弊。荣石的这2个提议，竹木轻松答应了下来。看到竹木的态度，荣石这才点头答应他的排查。可到了关键时刻，这个武大却耍起了心眼。他告诉自己的兵，如果没有那个声音，就随便指认一个，防止自己的老大下不来台。小兵慌了，表示他们不会听到吧。可他哪里知道，荣石的身边有的是人才。武大本以为自己做的事天衣无缝，可荣石很快让他打脸。耿宇，他们说什么？井口中佐对这位大冢次郎说，按照事先计划，如果辨认不出来，随便指认一个，以免将军下不来台。大冢次郎问，他们会不会听到？井口中佐说，放心，他们听不懂日语。
这样的话让荣石有了本钱。他命令手下子弹上膛，如果有人敢为难我们荣家的兄弟，你就给我往死里打。子弹上膛！兄弟们的阵势已摆好，荣石也不想再待下去，但却被竹木纯一给叫住。请留步！为了能够继续排查荣石的兄弟，他怒斥了身旁的武大。经过中佐，难道你听不懂汉语吗？为什么对大冢次郎下达这样的命令？他刚才发布命令的时候，你又不是没听见，装什么孙子？这话一出，武大有点不愿意了。要知道现在的承德是小鬼子说的算，但竹木并没有生气，而且还将这个武大赶出现场。看到竹木的态度，荣石知道这个老匹夫不查一下是不会罢休的，便默认竹木的排查。紧接着，荣石的兄弟站成排，接受这个小鬼子的确认。很快，荣石的兄弟都被确认了一遍。荣石知道该插手了。多谢你帮我过滤了一下我手下的兄弟，放在以前我还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审查一下他们。这话无疑是告诉竹木，我的人都是大大的良民。就在荣石提议要离开时，竹木示意一下前方，因为还有2个人没有确认。可以。嗨！听到声音的小鬼子摇了摇头，很显然他也不是。就在索杰发出声音的时候，他惊了一下，这个声音在脑海中瞬间闪过，但索杰那可是个老江湖，他又压着嗓子重新喊了一声。所有人把目光都放在了小鬼子身上，可能是听的声音有点多，他摇头否定了索杰的声音。荣石终于松了口气，可竹木为了挽回面子，提议要和荣石单聊。荣石示意弟弟离开。二少爷的反日情绪一直很强烈，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，恐怕会给荣会长带来麻烦。荣石很明白竹木的用意，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，证明他们可以随时对荣家下手。可荣石怎能给他这样的机会？他表示，我弟弟之所以这样对你们，那是你们欺人太甚，但有些时候我还会支持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荣树在为老百姓做事，这样徐家姐妹想要我的命，也会看在荣树的面子上放我一马。这样的回答让竹木无言以对，跟荣石斗竹木还嫩了点。所以说，他对你们越过分，我就越安全。就这样，荣石又赢了一次，但接下来的对抗是他万万想不到的。一直软弱的二行终于出手了，但他射出的每一箭只是打爆汽车的轮胎，只要押送物资的队伍停下，小鬼子就会下车反击。这时我军的机枪手就开始上场了，小鬼子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已经伤亡过半。为了防止有更多的伤亡，他们跑到车的另一面作为掩体，紧接着二行用箭把手雷传送过去，让他们原地开花。随着二行连续的输出，小鬼子的地盘瞬间火海一片，所有运兵的汽车都被二行毁掉，只留下运物资的车。而这帮小鬼子也将这些车作为掩体，向对面进行反击。但他们不知道身后早已埋伏好人马。二行放射进攻的信号，张贺等人开始对小鬼子进行单方面的碾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，把这些小鬼子都给打懵批了，到处都是火花。这一遍下来，剩下的小鬼子又给逼回另一头。这时的张贺一伙也停止了射击，接下来就交给这面的人打。二行的蝶舞剑一出，收到命令的机枪组开始强有力的进攻，打的那叫一个痛快。就这样，在我军两面夹击的状况下，下车的一批鬼子被全歼。但这还没完，还有一些人没有下车。现在要比耐心，谁先动谁就死。但为了我军不受外界影响，徐一航去阻击前来支援的鬼子。而这帮二狗子也不傻，领头的听到枪声一停，他知道鬼子被灭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便让身边的人带领队伍顶上。这个二狗子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弟兄们，快！我们露脸的时候到了！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？这位可能是没念过书，他们早就被徐一航一伙人盯上了，但没想到还没等打他们，徐一航的鸣笛剑一出现，就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哎呀！徐跑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跑，你自己在这待着吧你！所有的人都不想做徐一航剑下的鬼，唯独这个没念过书的想挑战一下徐一航的威武，还鸣枪让兄弟们回来，这可给卫生员气着了，对着他就是几枪。由于他只会看病，枪法还得再练，但这个嚣张的二狗子他是没打算放过，直接下山要和他来个你死我活。下来的卫生员抬手就是一枪，二狗子也挺配合，当场领了盒饭，剩下的直接夹着尾巴跑路。就这样一把剑一杆枪就阻止了他们的支援。而这边的小鬼子对我军展开封闭式的射击，张贺等人按照原计划发出被打的声音。该吱声了！快，惨叫，惨叫！这样可以麻痹小鬼子，
等到声音停止以后，小鬼子就会认为我军已被消灭，他们会大胆的下车，然后再给他们一锅端。最后这些鬼子在没有任何的防备下，被我军一锅烩。这次对小鬼子的埋伏，竟然没有一人受伤。可就在他们整理物质的同时，大汉奸吕良彪趁我军全部打鬼子的这个空档，竟然绑了看守的人。他要回承德，即便回去会被竹木误会，他也要不惜代价，因为救过他命的大哥还在鬼子那里当差，他不能背叛自己的大哥。可他这次回去要凶多吉少。这两个富家姐弟拿的情报就跟闹着玩似的，根本没有在意有没有人跟着。就在容易拿出情报的那一刻，隐藏的人突然出现抢走情报，而控制他们的正是小鬼子的特务。富家姐弟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军成功打下小鬼子的辎重部队，这样的大喜必须通知城内的荣氏。而此刻的荣家也在等待捷报，看到预先定好的时间已到，荣氏让弟弟去把情报取回来。好，等等，容易你也跟着去。小心一把。姐弟两个对这次的行动充满了信心，可没想到竹木纯一也知道了自己的队伍被义勇军全部吃掉的消息。敌人付出了多大的票？120人，全活着。听到这里，竹木也很吃惊，在惊讶过后，那就是猜疑。武大表示这里面一定有内奸。有内奸也不可能，我军全军覆没，对方无一伤亡。我就没听说过这种事。有一个脚崴了。这一场仗可以说是对竹木最大的侮辱，但能把仗打成这样的，一定是个高手。竹木不得怀疑是荣氏。就在他们分析的过程中，有人来报，荣家的大小姐和二少爷出城了。而这姐弟两个像没事人一样，虽然榕树怀疑过对面的黄包车，哎姐，那两个黄包车夫会不会是尾巴呀？可容易认为这有可能是送人来游玩的。就这样，姐弟两个大张旗鼓的开始拿情报，但没想到情报到手的同时，小鬼子的人也出现了，榕树也做出了反抗。可小鬼子派来的人都是精锐，榕树很快被制服，但他们的被抓是荣时万万想不到的。而竹木拿到手的情报，上面的大胜代表着我军大胜小鬼子。此时的荣时通过另一途径也知道了义勇军大胜的消息。不仅如此，现在的义勇军已经回到了根据地。真要这样的话，张贺的消息应该到了。此时的荣时和索杰才意识到榕树可能出事了。可你派人去看看榕树容易，还是我亲自去吧。等索杰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荣家姐弟早已不在，只留下榕树的眼睛。索杰拿起眼睛的同时，他恍然大悟，这就意味着他来晚了。而此时的姐弟两个正在接受竹木的洗脑。只要你们说了，只要你们和你哥哥愿意为我继续做事，我可以把你们以前做的事情全部抹去。此时的容易知道这是竹木在给他下套，即便要对他动用最残酷的刑罚，他也不能透露出一点关于哥哥的事。可小鬼子并没有怜香惜玉，放出军犬对容易开始撕咬，军犬的每一口都刺痛弟弟的心。在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下，榕树妥协了。我说吧，榕树，我就算会被他碾死，你也不能冤枉好人。容易的话让弟弟清醒了过来，他表示就是我和姐姐做的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但这不是竹木想要的，他本以为可以不用动刑，但现在只能继续。随着军犬的撕咬，榕树被这一幕憋得眼睛都红了。但他想起了索杰的话，一定要记着，社区保帅，社区保帅，对。大少爷就是帅。看到姐姐马上就要被军犬折磨死，他最后的防线已经守不住了。我说飞扬了，我说是索杰，是索杰。你能冤枉好人？虽然榕树供出了索杰，但竹木想要的是荣时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你招出索杰是想保住你哥哥，这招棋叫舍居保帅，对吧？虽然榕树供出了索杰，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万万不能停。竹木还在不断的进攻榕树的大脑。没有你哥的允许，他能指挥得了你哥的那些手下？他是当着我哥的旗号做的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索杰为什么做这些事？他是传统。榕树的这句话让竹木有了一定的本钱，再问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。而索杰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，但荣时认为还没到那个时候。只要索杰离开承德，他再把事情往索杰的身上引，这样自己也会脱离现在的困境。可索杰心意已决，荣时不能眼看着兄弟被抓，便出枪逼着索杰离开。
走。大少爷，我知道你不会向自己兄弟开枪的。索杰跟了荣石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是荣石的半个知己。但现在小鬼子已经来到咖啡馆，现在就是想走也来不及了。咖啡馆所有能出去的地方都被鬼子给围了。进地下室。大少爷，别藏了。这次索杰怕是走不了了。索杰，快跑！快跑！竹木纯一，放了吧，我们只是两个孩子。索杰，大少爷，对不起了。此刻的荣石知道，索杰为了不牵连自己，要把所有的事都推到自己身上。一旁的伪军看这架势，赶紧上前劝阻，可没想到自己却成了索杰的人质。可小鬼子怎么能因为一个伪军妥协？索杰慢慢向后方移动，见时机已到，给竹木一枪，可却被竹木躲掉，而他一把将伪军甩出去，自己破窗而逃。紧接着，这个武大也不含糊，直接追了出来。而在追逐的过程中，索杰反手一枪打中武大的腿，小鬼子也反手一枪，两个人同时跪倒在地。武大还想再补一枪，荣石及时赶到，跑过去挡住了这要命的一枪。索杰，大少爷，快想打死我，别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！快！面对这样的要求，荣石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但竹木把他的妹妹和弟弟带到了现场。